少爷，死老头，快上来，快点！哦，上来！哎呀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哎呀，使不得呀，少爷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哎呀，使不得！卢占元，你干什么？穆少云，你少管老子闲事！卢占元，你还有没有一点廉耻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们帮着洋鬼子欺负中国人，欺负老人，就关我的事儿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们。别理他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！救命啊！不能这么做，卢占元，你不能这么做，真讨厌！周生，你们打他！你打！我死里打！叫你干啥？叫你做事，叫你做事！没事。住手！哎呦！起来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小孩，像话吗？沈先生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教你一点做中国人的规矩。怎么样？你们要打人啊？我看你是欠揍。你敢？我爸是卢团长，我让他毙了你。那我就先揍死你！哎呦，这孩子一听了。来呀，你来呀，我打死你！你打死人了！哎呀，你看看啊，那可不是你把那个榔头啊！哎呀，住手！快跑啊！等着我！走啊你！老人家怎么样？快起来！怎么样，老人家？看看呐！我的腿，他的腿，看看。老人家，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我的腿麻得很，麻得很。老人家，您是晕过去了，谢天谢地呀！老人家，喝点水吧。老人家，家里都有什么人？这叫什么世道啊！师叔，还要紧吗？要紧不要紧，反正是条穷命，慢慢熬着吧。他太可怜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这就是命啊！打！使劲打！走！老人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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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少爷来了。哎，别，躺下，躺下。
您吃饭了吗？没什么，3两天的，饿不死。那怎么行？你还在生病呢。我给你带了些吃的。少爷，怎么他们打你了？没事儿，我刚才摔了一跤。快吃吧。疼吗？没关系，你先吃吧。哎，我吃啊。味道真好。对了，我还给你买了几贴药。药房先生听我说了你生病的情况，他说只要你喝了这几贴药，病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他还说，这几贴药每天1包，分2次喝，连续喝3天。哎呀，我还不会熬药呢。啊，老人家，你喝口水。要不，明天我让姐姐来帮你熬药。不，使不得。少爷，你这一来啊，不用吃药，我的病啊都好了。好，那你继续吃，全吃光。老人家，我叫德顺，以后呢，就叫我德顺爷吧。哎，德顺爷，这个不是弥勒佛吗？哎，对，你仔细瞧瞧，上面还有字呢。哦，笑口常开，乾隆御笔。德顺爷，这真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吗？哦，这还有假吗？这是我的对食送给我的。对食？对食是什么？就是我的相好。他原本在宫里啊，是伺候太后老佛爷的。这是老佛爷赐给他的。原本呢是一对儿，他一只，我一只。哦，那你的对食呢？唉，说来话就长了。啊，少爷，等以后啊，我慢慢讲给你听啊。嗯。怎么样，还喜欢吗？喜欢，不过这是您珍贵的东西。哎呀，少爷喜欢，你就带去玩几天，只是小心不要摔碎了就行了。哎呀，拿着。哎，再金贵的东西啊，只要少爷喜欢，尽管拿去玩。好吧，那我就玩几天再还给你。嘿，这就对了。以后常来玩，我寻些好玩的东西给你，还给你讲些有趣的故事，啊。玉莲，过来，把这玉佛挂上。妈，这不是你的小玉佛吗？干嘛给我挂上？他呀，是妈过去认识的一个人，送给妈的护身符。妈妈希望他能保佑你平安。这个大豆和尚真好玩。
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儿秀儿，这是穆家大少爷邵云。你好。我帮你提。来，好。好漂亮啊！我们这一代盖房子都讲究个雕梁画栋，可是盖好了，谁也不多看几眼。我们这儿不像城里人呐，要是看不见这些，就好像不在自己家里一样啊。梁老板，您家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？少爷好眼力呀！明儿秀儿的男家来下大定。下大定啊？什么是下大定啊？就是男方来送嫁妆，婚姻大事定了，男方来提出成亲的日子，我们乡下就叫下大定。哦，那男方一定是一表人才了。那男的叫许万强，听媒人说，也是这方圆百里内数一数二的。哦，秀儿福气好，摊上这么个好男人，可惜他母亲不在，看不到这一天了。哎，秀儿，我自己来吧。不用，我来。好香啊！这花叫百日红。哦，听说你们城里人喜欢花，每家都要供上花瓶，供上花，是吗？是的。穆少爷要是喜欢，我天天给你送花。谢谢你了，秀儿。不客气。穆少爷，早点歇着吧。啊，我走了。好一只将军虫啊！秀儿，九伯，什么事儿啊？洗衣服呢？啊，你家的客人今天在吗？在啊。哈哈，听说他是昆山城里有名的虫王，我们想请他帮忙挑虫子。哎，这嘴巴上没毛的少爷哪会是昆山城里的什么虫王啊？懂一点儿，怕也是一般玩玩而已。哎，先听他说说嘛。梁叔啊，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呢，没想到抓了这么多呀。哎，这儿还有九伯和钱老三他们两个人，当然也有我的一份儿。你给帮着看看神神。你给看看，我们也想听听。啊，我要是说错了，你们可别怪我呀。你是虫王，哪能说错呢？我相信你。来，先看看我这只。哎，梁叔啊，这只蟋蟀和人家斗过。对，是斗过。它虽然能够咬上几口，斗上一阵，但时间不长，斗性很短。就是遇到比它个小的，也同样难以取胜啊。对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试牙的时候都很好，就是斗不久啊。这个蟋蟀叫灰头丹。你看，它的额头上有一个弯月形的凸起，还有光泽，留着没用，凡斗必输。穆少爷，穆少爷，那您就看看我这只啊。老伯呀，这么多蟋蟀，等我都看完了以后再说吧。要不一只一只的，得讲到明天呀。我这只怎么样啊？老伯，这些个虫能用的不多，也就4、5只吧，还没有一只能成为将才。剩下来的都放掉吧。你胡说！
我的这只白马头，谁见了谁都说是只好虫子，你怎么能让我扔掉呢？老伯，这虫子的名字叫银道冠，貌似强悍，实则外强中干，对手稍强便不堪一击，连回手之地都没有。这不可能。老伯要是不信，那就从这几只当中挑一只，和他斗一下。对，斗就试试吧。哎，对，那就试试。受了世界，赢了自己，听一声，不再说也许。反正这2只虫是我的，来来来，对，来斗斗试试。哎，穆少爷，喝点茶吧。啊，谢谢啊。不用。好，果然不错。哎呦，还要口。有眼光。好，哎呦，是不行了。完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。哎，那这么说，这些虫子都得扔掉？留着没用啊。哎呀，穆少爷，你这沈虫斗犀是跟谁学的？是昆山城里的名师？是常熟的虫王刘德胜吧？哎呀，你说呀！对呀，你说呀，我们绝不会传出去。穆少爷，你就跟他们说说吧，要不然他们是绝不会罢休的。说什么？我是个老太监。太监啊？太监也懂蟋蟀？太监啊？他以前是给皇帝养蟋蟀的。皇上养蟋蟀啊？哼，挺热闹啊！哎，老板，这是谁家？这么排场？这你还不知道？许三多，许大少爷。梁老板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那好，那成亲的日子就定在下个月15吧。好，这天可是个黄道吉日啊。好。人呢？谁？他呢？怎么不见呢？梁老板，秀儿姑娘可在家中？在呀。把她叫出来道声谢，岂不更好？好，秀儿，上茶。哎，走。管家，这位是？他呀。哎，他就是你的女婿许万强啊。他。梁老板，怎么了？这是骗局！梁老板，谁骗你了？你把换帖上的生辰八字看一看，不是我们许万强大少爷是谁呀？那天相亲他不是他。不错，那天我们大少爷有病，给你请安的是二少爷。难道媒人没告诉你吗？你这是骗局，骗局！梁老板，你这说话可得有点分寸呐。这许家的声望，在这方圆百里没有不知道的。你要是敢撕许家的面皮，只怕你落得个家破人亡啊！
说真的，许家能看上你的女儿，也是你女儿的造化，也是你的造化呀。徐大少爷，还不过来拜见你未来的岳父大人？小婿拜见岳父大人。秀儿，秀儿，我是你爹呀。梁叔，哎，秀儿怎么样了？少爷，你先吃吧。我吃不下。吃吧。他们既然欺骗了你，你可以去告他呀。告谁呀？是告媒人呢，还是告许家？要是告媒人，也退不了婚呐。要是告许家，人家财大气粗，这官司能打赢吗？唉，弄不好还要出人命官司呢。哎，可以让秀儿先躲起来，看他们怎么办。能躲哪儿去呀？就算秀儿跑了，咱这梁家的基业怎么办呢？唉。好，玉莲，今天就练到这儿。哎，妈，你看我现在还注意点什么？就是准确性还差一点，不过最主要的要出手快，只有出其不意，对方来不及防备，才会一发命中。嗯，知道了。七姑，哟，四爷来了。来，玉莲，你去洗洗，先睡啊。哎，妈和四叔，你们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姑娘请便。走吧，下去。七姑，今天到村里办事儿，碰到那个大财主许三多，又干了件骗婚害人的事儿，硬要一家小梁商的黄花闺女儿嫁给他的侏儒儿子，村里人都敢怒不敢言呐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种大恶之人应当尽早铲除。只是想到七姑定的规矩，还是由七姑定夺。这样，我们找时间进村看看，你说行吗？好的。哦，另外，派到上海去的人今天回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据他查访，杜月笙投靠法租界巡捕长黄金荣以后，近几年势力发展很快，占据了上海最大的几家赌场，又利用租界当局控制了上海的烟土走私。现在他财势雄厚，爪牙众多，恐怕不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。七姑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，难道这仇就报不了吗？七姑，事在人为。如果你意已决，我可以带人赶赴上海，实施暗杀。哪怕是刀山剑海，凭我们几把硬手，拿杜月笙的人头，不是没有可能的。不行，我七姑活到今天，除了报仇的事，
靠的就是心里还有念想。万一你不在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出家。哎，这货子不错啊！李老板，兴隆兴隆啊！老板娘，今天这鱼怎么烧的？难吃死了！上回你是怎么烧的？这回怎么不一样了？哎，徐大少爷，我再给你重烧去啊，重烧啊！师傅啊，2两2两。哎，好好。要许大少爷喝酒呢？九伯，许大少爷喝啊！听说你手头有好虫子，赌个输赢怎么样啊？哎呦，我知道许大少爷花重金买到山东的恶虫黑猿霸，听说那牙像锯刺儿，上去都是一口酥，只吃一口，对方的牙不是折了就是朝天翘起，连败名将无数啊！我那小虫怎敢和您那个比呀？不过，我倒是认识一个从昆山来的虫王，他的本事才叫绝呀！哎，徐大少爷，只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啊！有这样的人，他有什么本事？他那本事呀，也不是3言2语说得完的。他是专为皇帝、皇太后饲养蟋蟀的太监的单传弟子，他的本事呀，都是宫廷的绝招啊！哎，九伯啊，别多说话了，喝酒喝酒啊！来，我跟着动。他叫什么？住在哪？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住在哪儿。大伙儿都管他叫穆少爷。哎呀，你就住在梁老板的家里。不吃了，走啊，走啊，找他去。哎，许大少爷，鱼烧好了，你留着吃吧。哎，许大少爷，鱼烧好，哎呀，鱼烧好了。九伯呀，你是怎么了？你不是答应人家不外传的吗？啊，再说人家梁老板正在为逼婚的事赌气呢。哎，可别闹出事儿来呀！哎呦，我这张嘴真该死！输了世界，赢了自己，听一声，不再说也许。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我梁叔不在，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就是那昆山的穆少爷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我要跟你斗蟋蟀。斗蟋蟀？对，我不斗。为什么？你一定要斗，赌金、赌银、赌房、赌地都行。我不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不赌就是不赌。你们走吧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快走！你说嘛，我不走，你为什么？走吧。秀儿，别怕，他们走了，出来。你不要拉我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。秀儿。娘，我不想活了。我知道，许家人是不会放过我爹和弟弟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只有在成亲的那天找你去了。娘，到那一天，你一定来接我，啊！
老板娘，我梁叔说再打1斤。好的。穆少爷，打酒啊！啊。梁叔可是老主顾了，你可得打足了。会的，不会少的。九伯，你们吹嘘穆少爷怎么厉害，怎么有绝招？哼，他是个孬种，他不敢跟我斗。你们大家都亲眼看到了吧？他连个屁都不敢放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这个胆小鬼，你想走不行，你要像我这样，我就放你走。你这个胆小鬼，你这个胆小鬼！哎，你真的要和我赌啊？嗯，和你赌怎么样？你没这个胆量，我就是要跟你赌。我这人要赌的话，那赌注可大了，只怕你出不起。我有什么出不起的？赌金、赌银、赌房、赌地，赌什么都行。哼，大家可都听见了啊？他说赌什么都可以，这话当真？当然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当着大家的面，咱们立个字据。如果要是我输了的话，你要我什么都行；如果要是你输了的话，我要你解除你和秀儿的婚约。哼，我说你不敢了吧？我说呀，你不是个君子，你是个小人。你怎么样，许大少爷，不敢了吧？哎呀！哎，你什么？谁说我不敢？立字据，立字据就立字据好了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们家的丰源米行就属于我的了；如果我输了，我就把秀儿的婚约解除掉。7天后，我们当着全乡的人和你来一场决赛。老板娘，拿笔过来。好，这。你这个畜生啊，哪有拿自己的未婚媳妇儿当赌注的？你是让百里的人笑话咱们呐！你气死我了！你给我回去，找那个姓穆的，把契约给我毁了！不，我是个男子汉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让大家指着我的脊梁骨笑话我呢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回去。你气死我了！你气死我了！不，我会赢的，我有会员霸，我会把昆山最大的米行给赢回来。你凭什么打我？带他下去吧。少云呐，你怎么敢立这种字据？你要是输了，我梁某就是倾家荡产，也对不起穆老板呐。穆少爷，谢谢你。不行，我得到许家去当面说清楚，说什么也得把这张字据给毁了。梁叔，等等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太冒险了，万一要失败了，那我就犯了天大的错了。
可是，仔细想一想，咱们还是有获胜的可能性的。不过，得请一个人来。谁？德顺爷爷。德顺爷要来了，一定有获胜的可能性的。那行，我这就去找。梁叔，等一等，听我说完。德顺爷最痛恨赌了，如果他要是赌的话，他早就是万贯家财了，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我想，他要是知道实情，会不来的。这该怎么办呢？哎，要不我给他写封信，就说请他到乡下来玩2天，等他来了，我再向他当面解释。那行，那你赶紧就写信。哎，老爷，这样子会着凉的。您别着急，有办法可想的。我已经想好了。德顺爷，德顺爷，少爷。哎，您老慢点。哦，这是梁叔。德顺爷，哎，您可来了。梁老板，哎，请。哎，哦，慢点啊。小心，小心。老板，来壶茶。哎，来喽！哎，来壶茶。行。二位还要点什么？不用了，你忙去吧，我们自己来。二位慢慢喝。当时啊，我在场，许三多的少爷别提有多狂了，胸脯拍得砰砰响啊！昆山城来的那个穆少爷也不含糊。不仅答应同他斗蟋蟀，而且提出要迎许家少爷未过门的媳妇，这一下子把那个小人给憋住喽。老六，你等等再喝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后来许家少爷一下子跳起来说赌他的媳妇可以啊，不过莫少爷得把昆山城开的丰源米行给压上。这下子莫少爷又傻了，当时在场的人呐，没人敢吭一声哦。那莫少爷也没服软，结果两人就签字画押了。哎，几个说什么新鲜事儿啊？输了世界，赢了自己，听一声，不再说也许。德顺爷，乡下空气好，您老就多住2天吧。我就是来看看少云。前几天呢，他给我送点钱，说是要出去几天。后来呢，我听说他被抓起来了。哎呀，把我给急的呀！哎，德顺爷，我去给您买点点心啊。好，来，咱们走。老板，两家商议7天后，现在只剩下5天了，在许家祠堂正式斗蟋蟀，这肯定会有一场恶战呐。到时候啊，4乡8镇的人都要来看啊。有的人还要投注押宝嘞！哎，这不是穆少爷来了吗？德顺爷，梁叔，等等我。德顺爷，啊，您看，哎，七姑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，我以为碰到过去认识的一个人呢。啊，进去吧。就在前面啊，到了，来吧。哎，慢点啊，秀儿，德顺爷来了。德顺爷在哪儿
德胜爷，您来了。德胜爷，这就是梁叔的闺女秀儿。姑娘，我这糟老头子来打搅你了。德胜爷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。您能来，我们高兴着呢。德胜爷，你要不跟少爷先到屋里休息，我跟秀儿为您准备点酒菜，为您接风呢。哎呀，梁老板，哎呀，不要走吧，走吧，德顺爷，走吧。这趟辛苦了啊，先走了。咱们看看梁叔给您准备的房间啊。您老慢点啊。掌柜的，哎呦，大管事来了，您大驾光临，有什么吩咐啊？徐老爷来了，快泡一壶好茶来。好的，茶马上就来。老爷请。老爷，这金匠铺子又小又脏，您老先在这儿歇一会儿。我已经派人去带那个老孙头到这儿来见您了。啊。你们都给我滚开！这2张桌子我们要用了。大兄弟，人家老爷有事要办，那我们就换张桌子吧。嗯。快，都给我滚！滚远点！快点！老爷，这儿走。掌柜的，茶快点！来了。我先给您泡了一壶西湖龙井，您先喝着。如果不行，我马上给您换。哦，怎么了，老爷？烫着您了？你混蛋你！竟敢拿这么烫的茶给老爷喝！徐老爷，您没事吧？这2天我事事不顺。你也来给我添不痛快！哎呦，烫着没有啊？哎，装什么蒜？赶快起来给徐老爷换壶茶！哎，我就去。四爷，我们走。老爷，金匠老孙头来了啊！徐老爷。什么？你把米行给堵了？你不要再说了。这件事，我是不会答应你的。德顺爷，听我解释。我不听。少爷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养蟋蟀最忌的，就是一个赌字。多少人为了这个赌字，弄得家破人亡啊！今天这件事，如果我早知实情，根本就不会来。德顺爷，我这不是跟人家赌钱财，那你干嘛要赌？梁老板的闺女秀儿，被当地的恶霸骗了婚，逼她嫁给一个残废，嫁给一个侏儒。秀儿姑娘现在都不想活了，我是想赢了这个恶霸，废掉这个婚约，帮帮这位姑娘。那也不成。
少爷，你知道，我现在最宝贵的就是你了。如果为了这件事，你父母亲不允许你以后再来看我，少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少爷，听我的啊，我们走，我们离开这儿啊！哎呀，德顺爷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这是在救人呢。要走，您自己走吧。少爷，我求求你，我给你跪下了！哎，德顺爷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德顺爷，这件事儿您就别怪少云了，都是我梁某不好，被人蒙骗惹下了祸。梁老板，您就怪我吧，怪我。秀儿，您进来，给德顺爷跪下。德顺爷，你救救我这个没娘的孩子吧！德顺爷，求求你了！少爷，你就是赌，也不能把丰源米行给押上啊！我就是要赌，不但把米行押上，如果能押命的话，我把命也押上。张嘴！少爷，奴才有罪呀！我就是要赌，少爷没有你，我照样能赢。少爷，你给我走！少爷，少爷。少爷，多少吃点吧。德顺爷，爹，德顺爷回来了，你们看。神灵和列祖列宗在上，请受不孝子孙德顺一拜。我德顺是个肢体不全、让人瞧不起的废人，至今无颜回乡面对祖先和父老乡亲。但是，我唯有一件事可以上对神灵，下为祖先，那就是我德顺一辈子没做过害人的事情。可是今天，为了遇难女子秀儿，我要帮助穆少爷
与恶人斗西赌博，全是为了一个义字，绝无半点害人谋财的心思。请神灵和祖先明鉴。爸，你再多给我些钱，我让人到外边也多买些蟋蟀回来，挑最好的跟穆少云斗。好，明天呢，我就派人出去买，行了吧？谢谢爸爸。老爷，老孙头来了。哦，带少爷去睡吧。好的。啊，让他进来吧。老孙头，不是已经跟你说好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徐老爷，我只是乡下手艺人，看了您给我的这张图，要我打这个式样的戒指，又要带机关，我怕打不好。误了事，我怕担待不起呀。哎，这我不管，价钱由你开，戒指必须打好。那好，我到苏州去找金铺里的师傅帮个忙，只是时间能再宽限几天？不行，除去今天，你只剩下4天了。到时候要是没有戒指的话，我还是要唯你是问。这老孙头，你的孙子还好吧？好，还好。你如果误了我的事，我就杀了你的孙子。七姑，铲除徐三多，我们完全可以成夜突袭徐家大院。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庭广众的斗西会上下手呢？而且只杀人不劫财，小弟有些不明白。我这次破例同意在家门口动手，不是为了钱财。我这样做主要有3点理由：第一，许三多横行乡里，这家伙该杀；第二，为了给你大哥报仇，我们只杀人不取财，让那些老百姓知道，我们这些人不是杀人越货的恶匪，让他们增加对我们的好感，有利于我们继续留在此地，等待报仇的时机。至于在斗西会上下手吧，因为丰源米行救过我的命，我救穆少爷一难，也可以了却我心头的一桩事儿。七姑做事细密周详，令小弟佩服啊。妈，这次四叔带人出去，我也要去。那怎么行呢？大人在这商量事情，你在旁边听着，不要插嘴。这2天啊，你要多放些人手出去，具体了解一下斗西会场的具体地点和时间，为我们行动做好准备。好的。
是在这儿。这2天啊，他每天晚上都在这儿叫。德顺爷，捉住了，捉住了！输了世界，赢了自己，听一声，不再说也许。梁老板、秀儿，你们看啊。这只虫叫赤眼红，有了这只将军虫啊，我们就有取胜的希望了。德顺爷呀，刚才您说这么多虫都不行的时候，可把我给急坏了。没想到少爷还留了一手呢。要参加这样的恶斗啊！就这只虫现在的状况啊，还显得嫩了一些。不过离斗西还有4天，我们还来得及啊。哎，德顺爷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明天上街去买些草药，再采摘些荷叶，每天啊用药水给它洗澡，这样呢可以强健筋骨啊。那我们呢？梁老板和秀儿。你们要准备一些绿豆、大虾，还有蟹肉。另外要多抓几只苍蝇。蟋蟀吃了这些东西啊，能够壮体增力，催它早熟啊。这好办。对，咱们这儿就这玩意儿多。少爷你今天晚上就少睡点觉，要多抓几只桑尾来。一定要年轻力壮，没有贴过窝的。好，以后啊。每天给赤眼红换1只桑尾，这样可以挑起它的斗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虫4分斗，6分养啊！我们要有取胜的把握，关键是在这最后的几天，能不能把赤眼红调理到最好的样子。搬进去啊！往里搬，快点啊！都往里搬，快点，小心点，跟上！来，都搬进去啊！老人家啊，这许家祠堂上戏啊！这个搬进去。哪里呀？许家大少爷要跟昆山来的一个姓穆的少爷赌蟋蟀，借祠堂摆场子。这许三多真是昏了头了，在祠堂里赌博，这不是践踏祖先吗？这倒是件新鲜事儿啊！什么时候赌啊？明天这个时候，4乡8镇的人都要来看热闹啊！快点，都往里搬啊！跟上，走。你瞧啊。这儿有个小按钮，里边呢有个针尖式的小洞，只要把戒指的面儿对着对方的蟋蟀，轻轻一碰按钮，药水就喷过去了。一会儿啊，蟋蟀就没力气了。斗的时候啊，他准输。不，这不是斗蟋蟀。这是作弊！我是大丈夫，不搞这种鸡鸣狗盗的事儿。你打吧，你打吧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干。哎呀，我怎么会养了你这么个儿子？
少爷，您是不是一定想赢啊？那当然。你看，是不是可以这样？你先戴上这只戒指，如果你的蟋蟀能保证取胜，就不用它；万一没有把握取胜，你再用它，好吗？那好吧。请，来吧。德顺爷，这个我知道。宠的斗德顺爷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昆山城里来的德顺爷，这位是九伯，我的朋友。九伯，德顺爷乃养西名家，大名如雷贯耳。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啊！哎呀，雕虫小技，见笑。哎，大家随便坐，好，坐。秀儿上场。来了。德顺爷徐三多已经正式通知了九伯，让他担任斗西会的监督，主持斗西。我想问一下九伯，这次斗西会都立了些什么规矩啊？也没什么特殊的，3局2胜定输赢吧。能否请九伯说一说对方出场蟋蟀的情况啊？可以。许大少爷原有一只黑猿霸，凶猛无比，从未输过。这几天他又出钱买了好几只虫子，其中有一只常熟的无敌蟹壳青，那也是一只将军虫啊！我估计许大少爷这次一定会带这几只蟋蟀出场的。我们现在虽然有只梅花赤，可是取胜的关键还在赤眼红啊！我们的赤眼红经过这几天的调理，正当青春，情况很好。现在我就担心一点，就是在赤眼红当他遭遇猛虫得胜之后，他会气血上冲，这样在决胜局时，他会体力衰竭，功亏一篑呀。梁老板，能否请你在斗西会开始之后，找人挑一担这地方最深的井里的井水送到斗西场，如何？这没问题。德顺爷，要这水干嘛呀？第3局是决胜局，对方肯定会派最凶猛的蟋蟀上场。赤眼红连斗2场之后，肯定会气血上涌。这样，我用凉水给他降温，让他镇定下来，再去上场一拼呢。可以想象，这将是一场生死之战。